在这个节目的现场，我们总是说啊，要保卫特别纯粹或者叫纯真的爱情，但是我们又恰恰可以看到，有些爱情真的有杂质，就好像这一段一样。这个杂质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第三个人，还是说存在于一个人心目当中的一种阴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这个谜底，我们看看他们应该怎么办。来，掌声请出这对嘉宾朋友，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大成22岁，来自唐山，是一名教练，学历本科；女主人公小林28岁，也来自唐山，她的职业是销售，学历大专。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你28？对。你22，姐弟恋是吧？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商场认识，因为我是销售员嘛。啊。我是在卖男装，然后他就是我常去的客户，就是久而久之就认识了。哦。他就给我要手机号。嗯。当时我感觉挺帅的嘛，小伙儿，美女都喜欢。嗯。所以我就给他了，然后慢慢就开始发展。就从客户变成了男女朋友是吧？对对对。我们在这个小片里，大成啊，看到说你们没认识多久。她就怀孕了，是这样吗？对，认识了有几个月就怀孕了。对，那为什么她怀孕的时候你会对她大打出手呢？因为吧，那时候她总跟一个人联系，然后吧，她知道我心眼小啊，而且我问她吧，她也总说没有这件事儿。然后我总翻她手机的时候，我总发现她手机里边都是信息什么，还有通话记录什么，全是空的。不是，这你跟她对她动手有什么关系吗？当时我以为她跟别人有关系了。当时我已经怀孕2个多月，他不是不知道。啊，他知道你怀孕。对。他还跟你动手。你每次都偷摸的在厕所打电话，我不知道啊，1次2次了。我当时跟你解释清楚了。我上你商场找你去，你跟那男的待着，我没看见呀。他每次把你送回家，我没看见呀。进出商场很正常。那你跟我解释清楚呀！你连说都不跟我说，而且我看你手机的时候，你手机里边全是空的。你跟我说了吗？等于他的手机既没短信也没通话记录是吧？对。你每次回家都要把手机删掉？就是因为他心眼太小，每次的时候我心眼小，你应该告诉我呀。你能让我说完吗？每次的时候，我一回班，他都跟我说，是不是有人喜欢你，有人追你？嗯。你让我怎么解释？那是证明我在乎你好不好？那么在乎他，他有身孕，你怎么还会跟他动手呢？我真是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嗯。我也知道她怀着孕呢，我也没成想一下都能揣她肚子上，我也只是说过个形式碰她一下，她也打我了。当时可是当时你用劲多大，你一脚都给我踢地上了。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这么爱你，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吗？我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你比我大这么多岁，我们家同意吗？我们家不同意。咱俩不都商量说，等有孩子以后，家里再不同意，他不也得同意了？因为有孩子了，咱们我也想要。你们等于是说，为了让父母同意，对，要生你。我真心爱他，我真的爱他。他之前是这么跟我说的。哦，可是你没想到，你怀着他的孩子，他却踹了你一脚，是吧？他当时骂我来着，他怀疑这孩子不是他的。当时我也是一时气话，不经意的都说出来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知道这孩子是咱俩的。哦，他要不是咱俩的，我也不至于这样。那等于后来孩子就没了，是吧？对，当时都见血了。之后，你就离开他了，是吧？之后我就是住院了嘛，因为这种意外的得住几天院。我当时在医院一个人，周围特别多人都有陪床的，就我自己在那儿躺着，连倒口水的人都没有。我当时找你的时候，你人在哪儿？我知道错了。你去哪儿？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你解释。我去我朋友那儿了，我真的不敢面对。他住医院，你不敢面对，你跑了。对。后来我回到我们住的那儿，我就发现他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找他。你知道这半年里边吗？你知道这半年里边我怎么找你吗？我怎么难受吗？你知道吗？等于说，他出院之后，在你的世界里就消失了半年，是吗？对。对，我把我手机号也换了 ，QQ 也给他拉黑名单了。我根本就不想跟他再联系了。我知道我错了。我每次回到咱俩住的那儿，我每次看到你这张边，我都会哭。我真的爱你，我这次来，我真的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能跟我一块回去。你现在说这有用吗？孩子已经没了。
我知道孩子没了，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孩子没了，咱们以后还可以要，是吧？可是我现在心里真的没有。好，既然是一心一意是给人道歉的，希望复合的，对吗，大成？对。那为什么在小片的后来，你说你找到他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呢？在我过来的时候，本来是他说要接我，然后我一下站我就看见他跟那男的在一块儿呢。当时我情绪，当时肯定很激动，不是？我都感觉他俩好像在一块儿了。这么回事儿，因为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过得并不怎么好。到北京没几天的时候，我都被骗了，身上几乎是什么钱都没有。其实当时，我心里想起我以前那个好朋友，4年的好朋友。所以说，我试着，其实我当时也犹豫，该不该给他打个电话。所以说我最后还是打了。然后我想让他借我2000块钱，毕竟我得找个地儿住吧，我不能睡马路上吧。你可以找我呀，那事你都可以找我，你为什么找他呀？大成，别着急，好吧，你接着说好吗？因为没多久的时候，他就过来了，他就说我实在放心不下你。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人家就是为了你辞职到北京，对吗？对对对，就是为了照顾你。对。你怀疑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好朋友？就是他。要是没有他，我们都不会吵架。要是没有他，我们这孩子不会没。你看他现在还是这样。是他吗？是因为他吗？要是不是他给你半夜打电话，听过我解释吗？咱俩能分手吗？你能跟我说分手吗？要是不是因为他，咱孩子能掉吗？我能打你吗？咱俩能打架吗？你能来北京吗？大成，你是来道歉的吗？我是来道歉的，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像来吵架的呢？回答我的问题。明明知道他对那个人心里有那么大的隔阂，而且我相信你能到车站去接他，说明你心里还有他。对。既然你心里还有他，又知道他对那个男人有那么大的隔阂和意见，为什么你还带着那位男士一起去接他？其实我当初接他的时候，我心里也在考虑，我到底这个人我还是见还是不见？但是大米说，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必须得有个交代，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最后我想了想也是，所以说我决定去车站接他。你要去车站接他，对吧？对。为什么带大米一起去？他非要跟着我去，怕我受伤害，因为他之前已经给我施暴了，导致我孩子已经没有了。自从这件事儿以后，身体一直都不好。是在北京一个朋友都没有，只有你那个朋友吗？对，而且他还是从唐山找过来的。那你心里有他吗？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因此，在火车站就发生了你和那个男士之间的争斗，是吗？对，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会动手。可是你当时问我了吗？你一句都没问我，直接你就打。我用问你吗？你把他带来的意思是什么？向我挑衅，证明你俩在一块儿了，不就是这意思吗？但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他上来就打，我连拉都拉不住。你应该先跟我提前说一声啊！你跟我说了吗？你没跟我说。好，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来你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回去，跟我和好。那你的目的呢？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太矛盾了。在什么之间矛盾呢？之前他追我的时候，我俩在一起也挺浪漫的。但是现在这个结果，主持人你也看到了，他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逮谁咬谁。那你今天干嘛来呀？你别搭理他就是了。可是我对之前，毕竟我们俩有过孩子吧。也就是说，你还割舍不下他。也许是吧。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哈，那你那个朋友跟你年龄相仿，还是也比你小啊？他也比我小2岁，但是我感觉他比他成熟多了。之前我跟他认识4年了嘛，他总是特别热心的照顾我，热心帮助我，关心我。当他知道你有了男朋友之后，他还一如既往是吗？淡了，肯定是淡了，因为他不希望破坏我。他这不叫破坏，你也知道我小心眼儿，你还跟他老弟儿联系，放不下他，放不下。那你觉得他跟那位先生之间有什么事儿吗？我觉得有。我觉得要是没有的话，也不至于我来这儿，我第一眼看见他俩在一块儿呢。他以前怀过是我的孩子，他应该有什么事都应该找我，他不应该找他。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吧。为什么还坚持呢？我放不下2年多的感情，我真的放不下。这样吧，我今天把那个人也请来了，大米也请来了，别动手，大家好好的把这事儿摊开了谈。来，我们掌声请出大米，来有请。你还有脸上这儿来呢？来，你不知道小林有对象了？
来来来，幼稚！今天来不是和你吵的，别，我都是来跟你吵的。大成，你总是要打架是不？来拿手套啊，大米是吧？你们俩认识4年了是吧？对，4年多了是吧？4年了啊。真够废物的，4年了你没搞到手，我2年我都搞到手了，你废物你说这话，你是个男人不？你才不是个男人呢！别动啊！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老婆、孩子都可以咋掉的？踹下地。跟你有关系没？我没让你踹你孩子老婆，是你自己。没有你孩子扔掉过。你就不念个男人？你念来，大成，别激动好吧？你这吵能挽回去吗？4年是吧？对。心里其实是有他的，对吧？是有。其实，在他们俩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2年了，一直默默的，就是没敢和他说过。就是你一直暗恋他是吧？对。那么默默的爱着他。咱默默他能半夜的打电话发信息。那不是你总和他打架，他和我不说呀。我跟他打架，这是我对象，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事儿吗？我你算个啥？你算个第三者啊你？啊，好，来，大成啊，大成，克制啊。第2个问题，虽然你心里很爱他，但是这4年来，从来没越过雷池半步吧？没有。你跟他说过你爱他吗？说过，他和我说他有对象了，当时。啊，拒绝你了。对。其实按理说他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作为朋友看看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把唐山的工作也辞了，去了北京？搭一个心形啊，这东西有点虚哈啊。小林能不能说一下跟大成有没有什么实在的事儿？他帮你做过什么，让你感觉踏实？有吗？有。你不知道从你们家到咱们租房那多远，5、6里路吧。有一次我俩去公园那儿玩去，电动车电瓶让人家偷了，电动车轮子这么大吧，就是那小型电动车。然后我就蹬着它，挺沉的。其实，我真的，其实那时候一点都没感觉出来累，但是第2天那腿特别疼。但是我特别奇怪，
这个小林和大陈两个人在一起这2年多，好像每天都是玩啊。啊。有点过日子的东西吗？有啊。小林，我特想问你，你觉得女人这一辈子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我就想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家。你觉得他们俩谁能给你一个安安稳稳的家？我能给。我能给你安稳的家。能给他安稳的家，孩子都踹掉了，你孩子是因为你别老因为你别老提这件事儿啊啊！大陈，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这次小林选你了啊，那他跟他的这个同事还有联系，你能不能接受？你要做好准备啊！我不能接受。我还有一个挺奇怪的问题，你看哈，刚才那个赵晨是你问的，好像是吧？啊，什么问题？你问他，如果这个小林选了大成，他会怎么着？啊，他说他会祝他们幸福。就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小林要是选了，哎，大米的话，那你会怎么做？你会祝他们俩幸福吗？我不会。他会再把他再打一顿。你怎么办？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也打不过他俩呀。你会对他们俩负责任吗？你比如说，我是女孩，老师，我为什么要跟他俩负责任？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心的，你知道吗？对生活、对感情、对自己。第一，我对大米就是普通好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间也应该有责任的，你知道吗？况且，我一直都不想伤害他，就包括我跟大成好也是。那你现在想伤害他的话，我就是当时我就直接跟大米断了联系。来，姑娘来，可以了。姑娘来。看看这个，来把头抬起来，看看这双眼睛，这不叫伤害吗？你要的心太多了，姑娘。这边谈着恋爱的同时，那个追求者他也没有拒绝，不让自己男朋友省心、放心，也不让那个人死心。这3颗心他都占着。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走了以后，他给这个追求者打电话，这时候你来给我暖心，因为我需要你的关心。你认为自己我没办法，我是无辜的呀，我是受害者呀，他们俩一个爱我，另外一个也爱我，我中间没做错什么事情，你跟人家说清楚了吗？我跟他说清楚了，我说我跟你不可能，我跟你之间不是爱情。他就死皮赖脸粘上你了，对吧？拿友情当自己利用的工具，你能好意思吗，姑娘？你自己如果拎不清的话，你就别希望这2个男人能够分得清他们彼此，也别指望2个男人都无私的或者利用彼此的妒忌把爱都给你，你坐那儿坐享其成。哪边都不断，哪边都连着，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结果自己最受害。然后说另外一个，口口声声是爱，除了弄点小男生追小女生的小花招之外，还有点脚踢自己孩子的本事之外，你有什么呀，弟弟？孩子，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咱不说故意不故意，口口声声说，要不是因为你大米，我怎么会把我孩子踢掉呢？对吧？本来就是，不是因为人家是吧？真的不会打架。如果今天他又跟别人，比如他跟我留了电话了。你又快说又踹掉一回，说因为我当时他就有他一个电话。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爱情可以没有年龄限制，但是一对成功的能够稳定的姐弟恋，它的基础一定是女人非常的自信，男人非常的成熟。但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度自信的女人和一个极其不成熟的男人，
在这里面，我想提醒小林注意的是，婚姻也好，爱情也好，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浪漫，更需要责任和良心。我们总是习惯在所爱之人那儿受尽伤害，然后在爱我之人那儿习惯性的收获温暖，所以总是有人说，我们找个我爱的人谈恋爱，找个爱我的人结婚。这句话听上去挺聪明，但是需要前提条件。如果你要和中间的那位男士在一起，你非常清楚你在他那儿只能收获温暖，收获不了爱情，你能将就吗？不能。好，你既然不能将就着跟他在一起，那就要至死寻找真爱了。那我再问你，你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体魄吗？能够每天受到他的伤害、侮辱、怀疑，你能吗？我意志坚强，但是我身体受不了。受不了。好，那么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一颗铁石心肠吗？你也没有。如果你有一颗铁石心肠，你应该今天断然走开。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所以最后送你一句老话：若爱，请真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生死。接下来跟大成说，怀疑很容易，想象也可以很丰富，但要按耐住自己的情绪去寻找真相，这很难。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质疑你不是个男人，你是男人吗？我是男人。你是男人，不是男人呢？成熟的男人遇见问题找方法，幼稚的男人遇见问题才找借口。就像你什么事都赖到人家中间那个男人身上去，都是别人的原因吗？没有他还有张三李四呢，那怎么办？所以说你们俩之间的命运，一个迟疑不决的女人，一个不长记性的男人，分手是注定的。我想跟中间那个男生说的是，我不管你说什么，或者你质疑要寻找自己的答案，我想说的是，取而代之是很困难的，要取而不代之是很痛苦的，只有重新寻找才是值得。就这样。谢谢老师。大成啊，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都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和好，不管哪老师说。好。我的意思是想让他跟我和好。我感觉他说的话特别幼稚，但我怎么感觉有的时候你比他还幼稚？他幼稚，至少他知道我要牢牢抓什么，而且我有自信我能抓得到。你的幼稚在哪里？你的幼稚在于你永远只甘心做一个备胎，备胎的下场只有是在正胎扎得补不了的情况下，他才能上位行驶。老师，我今天来的就是想让他给我一个答复，就是我来证明一下自己，就是在他心里到底有没有地位。4年了还不清楚吗？所以你比他还幼稚。其实他曾经跟我说的时候，我也跟他拒绝好几次，包括就是打电话，我也说，我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说咱们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为什么在你困难的时候找到的人都是他呢？因为当时既然要保持距离的话，为什么是他？因为当时我决定跟他分手了。但是我周围又不认识别人。考公司的时候不是有他吗？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他呢。所以我说你一直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呢。我说你一直是清楚的，问题很简单，都很明确。相处了2年半，跟你有过一个孩子，又自己把孩子踹掉，说要一生一世爱你，并且你能感觉到浪漫的一个男人，今天要带你回家。一个默默为你付出，你需要的时候就去，你不需要的时候就在旁边默默的看的一个男人，今天想向你表白。现在你要做一个选择，听谁的表白，选一个。大米，我知道4年多了。
1分钟的时间，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教练，我知道这2年多没让你享过福，也没让你吃好过穿好过，我知道这是我的错，对不起。但是我知道我是爱你的，真的。孩子这件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能给我一个重新爱你的机会。我保证以后什么事都能依你，什么事你说都算。这么多年了，咱俩在一起，确实有过很多浪漫，有过让我感动的事儿。虽然你比我小，但是有的时候你挺关心我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真的没有安全感，因为我周围的姐妹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了，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比我小那么多，有一天，咱们会有的。有一天你真的发达了，身边的女孩会有的是。好了，时间到。小林，我爱你，我发誓，咱们以后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我真的累了，我真的累了。两位，回吧。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感觉器。在你们的生活里，你们要不要像大米这样的好朋友？要就选赞成，不要就选反对。请选择。53.85%对46.15%，就大家看了很羡慕是吗？都想有大米这样的朋友。人可能大抵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怎么去克制这样的心理呢？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最吃亏的是自己，因为没有责任心。孩子没了，谁受伤害？我们认为聪明的事儿啊，其实看结果的时候，恰恰发现应了那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各位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来，5、4、3、2、1，请开门。来。我们觉得我们挺狠心的，你们都分手了，我们还鼓掌。需要长大，真的爱其实可以包容很多东西。来，涂老师，来看着涂老师，对不起，老师，我给你一个建议，还没说完呢，让他走吧。